Hello，大家好。因为利益关系，房产经纪公司一直都是高喊房价永远涨的群体。但是本周一家房产经纪公司却发布了看跌的房产市场预测。这回连房产经纪公司都开始对市场感到悲观了，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，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。这个视频就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消息。Remax 本周发布了明年的房产市场预测，他们预计全国平均房价将下跌 3.3%， 其中安大略省和加拿大西部地区的房价跌幅最大，将下跌 10%到 15%。他们的调查显示，有 73% 的加拿大人认为房产是最佳的长期投资，但是其中 67% 的人对短期的房产市场看法并不乐观。具体体现在 67% 的人在2023年上半年的购买意愿降低，同时由于房价下跌， 62% 的人销售意愿降低。Remax 预计2023年加拿大有 60% 的房产市场都将是平衡市场。大多伦多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平衡的市场，他们预计这种情况将会在明年持续。独立住宅是大多伦多地区主要的住房需求类型，其次是公寓。持续的利率上涨和相关的价格调整，以及经济放缓导致的失业率上升，是明年大多伦多地区的主要趋势。明年的加息将导致多伦多房产市场继续放缓，尤其是影响首次购房者，因为负担不起，很多人暂停购房，新建筑项目也会被推迟。由于经济压力，多伦多的豪宅市场已经放缓，并且会在明年继续降温。Remax 预计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将下跌 11.8%， 从现在的120万3916加元下跌到106万1854加元，跌幅大约14万2000加元。Remax 认为大温哥华地区的平衡市场状况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第二季度，独立住宅仍然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需求类型。他们预计到明年公寓价格将持续下跌，大温哥华地区的平均房价将下跌 5%。 卡尔加里的情况很像温哥华，目前的房产市场也是平衡的，但是预计明年年初将转变成卖方市场，因为首次购房者正在推动住房需求，面对利率上升，首次购房者降低了预期，他们纷纷从独立住宅转向了公寓。卡尔加里的平均住宅销售价格从去年的58万5025加元上涨至现在的65万8277加元，涨幅为 13%。 公寓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。随着买家寻求更多的居住空间，预计明年独立住宅需求将会上升。明年第一季度库存将保持在低位，然后在第三季度稳步上升，最终库存在明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将再次下降。现在卡尔加里的房屋销售量正在稳步增长，预计到明年仍将保持上涨势头。卡尔加里的豪宅市场有所放缓，但明年可能会回升，平均房价预计将在明年上涨 7%。埃德蒙顿的房产市场目前仍处于平衡状态，预计明年春季需求将会增加。独立屋是埃德蒙顿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，平均房价从去年的38万7614加元上涨 3%， 至目前的40万1025加元。埃德蒙顿的房产市场有3个主要趋势：一是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，二是豪宅需求量增加，三是平衡的市场状况。Remax 认为埃德蒙顿有望顺利度过经济衰退期，因为该地区的平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，尽管利率上升，大多数买家的贷款能力都不会受到限制。预计明年市中心的公寓需求将会继续增长，豪宅需求也会变得更加强劲。埃德蒙顿的平均房价将在2023年上涨 3%。Remax 认为里贾纳的房产市场也处于平衡状态，预计这种情况将在明年继续。该地区的平均房价从2021年的32万4650加元下跌到现在的32万0970加元。独立屋是最受欢迎的住宅类型，尽管住房供应可能会在明年有所波动，但是总体而言将会在明年继续保持平稳。里贾纳的平均住宅价格预计到2023年将保持不变。温尼伯目前处于平衡市场，预计明年年初将转向买方市场，然后在2023年底恢复平衡。独立屋是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，平均房价从2021年的38万6491加元上涨 10%， 至现在的40万3680加元。
Remax 预计明年利率上升将会给温尼伯的负担能力带来压力，从而导致温尼伯的平均房价在明年将下跌 8.5%。渥太华目前仍被定义为卖方市场，预计这一状态将保持到明年第3季度，随后市场将趋于平衡。首次购房者正在推动住房需求，这一趋势将在明年延续。渥太华的平均房价从去年的60万1039加元上涨 9%， 至现在的65万6761加元。联排别墅是渥太华目前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。渥太华的房产市场有3个主要趋势：一是多代同堂生活的趋势增加；二是随着房价的变化，上涨趋势减弱；三是首次购房者正在寻求进入市场。此外，渥太华的首次购房者对房屋的装修、风格、位置都很挑剔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花钱进行小规模的装修。由于单户住宅的租金负担能力较差，多户住宅和小型住宅的改造将会增加。预计利率上升将在明年继续给市场降温。在渥太华，供应仍然是一个问题。由于开发费用增加，材料和劳动力短缺，很多新的建设项目被叫停。预计到明年，渥太华的平均房价将上涨 4%。蒙特利尔地区目前仍处于卖方市场，但有些地区和有些类型的房产正在走向平衡市场，这样的趋势将会持续到明年。蒙特利尔的平均房价从去年的49万加元上涨到当前的55万6千加元，同比上涨 13%。独立屋是蒙特利尔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。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也有3个主要趋势，分别是市场走势放缓、升级住房的买家数量增加，市场将继续保持平衡。现在蒙特利尔的住房需求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预计明年不断上升的利率将使住房市场继续降温，成本不断上升已经导致新的建筑开发被推迟。蒙特利尔的豪宅市场也将在明年继续降温。Remax 预计蒙特利尔地区的平均房价将在明年下跌 5%。哈利法克斯目前是卖方市场，预计2023年仍将是卖方市场。这里的房价从去年的45万7741加元上升到现在的54万2663加元。独立屋是最受欢迎的住房类型。利率上升，省际移民减少，导致该地区的销售数量同比下降了 25%。由于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的逼近和利率持续调整，预计房产市场复苏会比较缓慢，但是市场会在明年下半年加速。预计明年哈利法克斯的供应量将持续紧张，因为买家需求仍然很高。租房是首次购房者进入哈利法克斯的主要方式。预计明年哈利法克斯的豪宅市场将会降温，这里的平均房价将上涨 8%。总体来说 ，Remax 的这份预测仍过于乐观，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衰退、失业率上升带来的严重影响。不过，作为房产经纪公司来说，发布下跌的房产市场预测已经让人感到意外了。这足以证明他们对未来的房产市场是极其悲观的。悲观的主要原因是在整个2023年，加拿大央行不可能会降息，而且迫于美联储的压力，很可能会继续加息。这样一来，加拿大人的房产负担能力不但不会上升，反而会继续下降。从央行开始加息之后，加拿大的房价从今年3月份的峰值已经下跌了 15%， 平均房价从峰值的86万8300加元下跌至目前的73万5400加元。从加息以来，人们的借贷能力已经下降了 32.2%。另外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84%， 是世界上家庭负债最多的国家。这也注定了加拿大此次房产市场崩盘将是史无前例的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